看似老实的养猪户竟残害了60余名风尘女子，甚至将受害者遗体混入猪饲料或随猪内脏运出处理。这座养猪场最终沦为加拿大史上最大的犯罪现场。1949年10月24日，罗伯特·皮克顿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高贵林的养猪世家。自小，他的生活便被养猪场的琐事填满。母亲对兄弟俩的个人卫生毫不在意，他和弟弟终日穿着沾满猪粪与饲料污渍的衣服上学，浑身散发着难闻的臭味，被同学戏称为臭臭的小猪，没人愿意与他们为伍。11岁时，罗伯特用积蓄买下一头小牛犊，视若珍宝。可某天放学回家，他发现小牛已被父母宰杀。满心的伤心与无助，却只能默默忍受。1963年，14岁的罗伯特因不堪忍受校园里的孤立，毅然辍学，正式成为养猪场的小屠夫。每日面对血腥的屠宰场面，他不仅毫无惧色，反而渐渐习惯了这种残酷的氛围。此后15年，他在母亲的严苛监督下，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养猪场的苦活累活，生活平淡又压抑。1978年，罗伯特的父亲病逝，4年母亲也撒手人寰，父母留下的养猪场和大片土地成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姐姐琳达嫌弃养猪场脏乱，只索要了股份和积蓄，弟弟大卫则拿走了房产和部分股份，将养猪场交给了罗伯特打理。自此，罗伯特成了养猪场的主人，他没钱买房，干脆住进了农场附近的拖车，摆脱了父母的管束，他彻底放飞了自我。为处理养猪场剩下的猪肠、内脏等废料，罗伯特频繁往返于养猪场和温哥华东区的加工厂。温哥华东区是加拿大最贫穷混乱的区域，一到夜晚，街上便满是招揽生意的风尘女子。从未见过这般世面的罗伯特很快沉溺于此，在这里，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女子们一句句老板、小哥哥的奉承，让他彻底迷失。很快，罗伯特染上了 SM 的特殊癖好，常常带风尘女子回拖车营地过夜。若有女子拒绝配合，他便拳脚相加，下手毫无轻重，动辄闹出人命。对于有着多年屠宰经验的罗伯特而言，处理遗体并非难事，他用运送生猪的方式将受害者的遗体处理得无影无踪。彼时，温哥华东区的风尘女子接连失踪，可由于她们居无定所，大多使用假名，甚至没有亲友牵挂，失踪事件并未引起警方重视。即便失踪人数不断攀升，警方也只是敷衍了事。1987年，失踪人数实在太多，警方才成立调查小组，但在警方眼中，这些风尘女子本就不值得关注，调查不过是走走过场。2年过去，调查毫无进展，小组最终解散。当地民众间早已流传着超级连环杀手专挑风尘女子下手的说法，可警方却坚称失踪女子要么是转移阵地谋生，要么是吸食违禁品过量死亡，根本不存在什么连环杀手。警方的冷漠让失踪者家属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每年举行游行悼念失踪的亲人。1994年，养猪场生意不景气，罗伯特变卖部分土地和房产，套现520万美元。手握巨款的他愈发肆无忌惮。1996年，他成立了名为小猪公好时光社团的慈善机构，实则以此为幌子，将养猪场的大房子改造成聚会地点，通过免费提供酒水和烤猪排，吸引大量温哥华东区的风尘女子和社会混混前来。每当夜色降临，养猪场便灯火通明，上千人在此狂欢。没人注意到，每次聚会后总会有1-2名女子莫名失踪。罗伯特将女子诱骗至拖车下手，事后将部分骨骼埋在猪场，更多的遗体则混入猪内脏，运到加工厂处理，不留一丝痕迹。在工人眼中，他是沉默寡言、待人不错的老实人；在聚会者眼中，他是慷慨大方的好老板，却没人知道，这个好人的脚下早已堆积起累累白骨。1997年3月22日，罗伯特将风尘女子温迪带回拖车，企图给她戴上手铐。温迪察觉不对，激烈反抗，两人双双受伤。侥幸逃脱的温迪在路边遇到路人获救，随后警方在医院将罗伯特抓获，指控其谋杀未遂。可罗伯特仅缴纳2000加元保释金便被释放，案件最终不了了之，因为温迪长期吸食违禁品，精神状态不稳定，无法出庭作证。此事过后，有居民向警方举报，称失踪女子可能与罗伯特有关，建议搜查养猪场。警方虽派人前往，却只是例行检查，草草了事。1998年，罗伯特的弟弟大卫因性侵被捕，警方依旧没有将其与失踪女子案联系起来。1999年，罗伯特的员工比尔西斯科克斯向警方透露，老板的行为十分怪异，猪场的猪甚至会追着人跑。他还听闻有人在猪场见过失踪女子的钱包和身份证件。警方找到相关证人求证，却遭到拒绝。同年，警方线人爆料，有人在罗伯特的屠宰场看到他持刀欲对一名女子下手，可当警方询问证人时，对方因惧怕罗伯特的报复，矢口否认。还有人举报，罗伯特农场的冰箱里装满了人类躯干，
警方询问罗伯特时，他不仅矢口否认，还大方表示可以随便查。可警方最终还是没有进行实际搜查。1997到1999年间，诸多线索都指向罗伯特，可警方的一次次疏忽让他得以继续作恶。2000年，小助攻好时光社团因无法提供财务信息，遭邻居投诉噪音扰民而关停，但罗伯特的犯罪并未停止。2001年，失踪女子数量已飙升至59人，政府迫于压力再次成立调查组。由于案发地靠近美国，美国犯罪节目《美国通缉令》对该案进行了专题报道，并悬赏10万美元征集线索。一时间，上万条线索涌入警方，其中不乏指向罗伯特的信息，可线索过多，警力有限，调查进度十分缓慢，失踪人数仍在持续增加，很快便达到了65人。2002年2月初，曾受雇于罗伯特的司机斯科特·丘布向警方举报，称在罗伯特家中见过几把枪。2月5日，警方拿着搜查令突袭养猪场，不仅查获了非法枪支，还在罗伯特的拖车里发现了手铐、女士衣物、鞋子、珠宝首饰，以及一个属于失踪女子塞瑞娜的哮喘吸入器。拖车内的血迹经检测属于另一名失踪者莫娜。2月22日，罗伯特被正式逮捕，被控谋杀塞瑞娜和莫娜。罗伯特被捕后，此前惧怕报复的证人纷纷挺身而出，指证他的变态行为。警方随即对养猪场展开考古式搜查，调用了推土机、传送带、土壤筛分机等重型装备。这场浩大的取证工作持续至2003年11月，法医和考古学家共筛选了近30万立方米的土壤，采集20万份 DNA 样本，查获60万件证物碎片，耗费了7000万加元。最终，警方找到80个身份不明的 DNA 图谱，男女各占一半。2005年5月26日，针对罗伯特的指控增加至27项一级谋杀，他成了加拿大史上涉案规模最大的连环杀手。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2004年3月11日，加拿大卫生部门透露，罗伯特出售的猪肉及派对上免费供应的烤猪排极有可能混入了受害者的人体组织。这一消息传出，瞬间引发民众恐慌。毕竟近20年来，吃过他家猪肉的人不计其数。2006年1月，案件正式开庭审理。面对27项一级谋杀指控，罗伯特全盘否认，在法庭上表现得异常冷静，对作案动机更是绝口不提。警方早有准备，在罗伯特被捕后，便安排警员伪装成囚犯，与其同处一室。果不其然，罗伯特酒后失言，再杀一个就能凑齐50人了，没想到栽了。这句话成了指控他的关键证据。2007年，因证据不足，27项指控被拆分审理。12月9日，陪审团裁定罗伯特的6项一级谋杀罪名不成立，但2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内不得假释。彼时，加拿大已废除死刑，这已是2级谋杀罪的最高刑罚。考虑到司法成本过高，且罗伯特的刑期已是法律上限，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剩余指控的审理。这一判决让遇难者家属陷入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因亲人沉冤未雪而愤怒，另一部分人则因不必再听闻亲人被害的血腥细节而感到些许宽慰。案件的诸多残忍细节至今仍被严格保密。2012年12月，失踪妇女调查委员会发布被遗忘者报告，明确指出加拿大警方对此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警方的无能，对风尘女子和土著妇女的偏见，才酿成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悲剧。如今，罗伯特仍被关押在魁北克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他曾试图在狱中出版自传，却因内容过于惊悚引发民愤，最终书籍被下架。关于他的作案动机，有人认为与母亲的强势管控有关，有人认为源于屠宰工作带来的心理扭曲，至今尚无定论。这座藏着数十名女子冤魂的养猪场，终究成了加拿大历史上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